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正式比赛开始的时间。首先，我们会将麦克风交给正方教练，来指派正方的任意辩手进行立论，时间为3分钟。来，对，正方教练会拿起话筒指派任意辩手。好，丁冠宇、陈词3分钟。好，有请丁冠宇。好久没立论，大家好。这个题目其实是个老题了，而且还是一个很经典的行为艺术题。所以呢，我方今天先跟大家做个证明。我们今天1不盖塔，2不闯关，3更没有超级星星。所以呢，不聊那些唐僧猪八戒的事儿啊。如果不懂内梗的，大家回去找一找 B 站上有比赛视频。现在我们就来聊人到底该怎么做决定。乍看之下，难是一个所谓对个人来讲很主观的事情。你像，比如说待会儿质询2分钟，可能对于很多新国辩的3辩来讲，没有人能够用2分钟质完对方的论。可是，一会儿罗淼学长2分钟的咨询，那岂比以前1分半的咨询容易太多了。又好比如3分钟的立论，讲完我方的观点，其实还行。但如果要昨天熊浩学长用3分钟把唐朝的荔枝搬到现场，他不好说，反正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难。所以啊，比较难跟容易，绝对不能够用个案的时候去聊个人的能力、目标、偏好、预期。抽离出这些要素，我们来去看抽象的情况下，这2种选择究竟构建了一个怎样的模型。我方觉得对个人来说的难，第一点是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出发。你想，2个原始人，一个拥有放弃的基因，一个拥有坚持的基因。拥有放弃基因的原始人，在半途而废，在寻找猎物的时候，早就让自己活活饿死了。可是唯有选择坚持基因的这个原始人，更容易找到猎物，获取资源，在困乏的环境里头中累积自己的所谓的成长要素。这是什么？这就是物种优胜劣汰下环境的选择。这其实也说明了为什么当今很多人类在明显不符合经济水准的沉没成本面前，却会做出明显影响自身效益的决定。比如酒遇渣男的那些所谓的女孩啊，比如说那些在球场上明明表现已经不好的球员，却不急流勇退。你看，对方3辩哲耀学长当初7年之前跟我打辩论，那个时候他拿最佳辩手说什么？说辩论这条路我已经走了不长不远10年之久，我在思考什么时候是结束的终点。思考了7年啊，学长，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这个时候你还坐在那儿。我方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放弃的难在哪？它不仅难在客观上的成本与压力，更是一个烙印在我们基因中的思想钢印。这是第一点难。第2点难是对于集体的难。我们想想看，这个社会我们说坚持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愚公移山，说的是精卫填海，说的是夸父逐日，说的是卧薪尝胆。哪一个不是厚积薄发、努力坚持就能成功的好故事、好例子？那我们说放弃说的是什么呢？躺平、佛系，这都还只是不坚持而已。如果但凡你是背信忘义、委弃守地，那根本就是人间失格，做人不如。所以啊，我方告诉大家，以社会的规范而言，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于放弃也贬低的态度，让大家觉得放弃是一件不那么可取的事情，进而去强调了对坚持的推崇。而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社会需要拉拢我们每一个分子，能够坚守在他的岗位上，好维系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我方要恰好反面这件事情提倡大家，告诉大家要认识到放弃的难，好让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群体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谢谢各位。感谢正方1辩，接下来将交给反方教练员指派任意辩手进行立论，请梁秋阳。好的，梁秋阳3分钟，有请。好，谢谢各位，大家好。我在开始站起来之前，本来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反驳冠宇的3分钟立论，但是没有想到他的3分钟立论里面有2分钟都是玩梗，确实反驳不了。
剩下的1分钟，他讲的唯一一个观点特别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进化心理学里面会把人类已经习得的优势的东西烙下我们身上的烙印，让我们坚持到今天。可是我们想一想，既然今天的人类既有放弃的冲动，有时候又有坚持的欲望，不就是说明这2个东西都已经是被挑选下来的吗？二者都有烙印，我们要怎么比较呢？就算回到原始人的场景里面，难道只有坚持才有好处吗？遇到天敌的时候，一般的动物不懂得放弃，还是固守原本的1亩3分地，当时的巢穴和山洞不就被天敌赶跑了吗？懂得放弃，去寻找新的栖息地，不断迁徙的动物，是不是才能留存到今天？所以从竞争策略来说，哪怕考虑进化心理学，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学会坚持，有些时候也挺难的？好，反驳完了，来进入我方的立论。我们都知道，一个特别简单的辩题特别难辩，为什么？因为它看起来特别像文字游戏。放弃跟坚持明明就是一对反义词，怎么可能单纯从文字上来赋予它比较呢？这也是辩论有意思的地方。每次当我们思考这种简洁的辩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答案不在题面内，答案要向外探寻。因此，我方今天认为坚持更难，特别简单，来自于3个外部的原因：一曰时间，二曰人，三曰世界。我们先来看时间。什么叫做坚持？坚持的本质是保持不变。一段婚姻，如果久而久之2个人分崩离析，互相背叛，离婚了，这个叫没能坚持。2个人爱情磨灭了，只是单纯凭社会契约和责任感绑定在一起，这也叫没有能坚持下来。所以人在坚持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叫做时间。世界在变化，人心在浮动，也许那段关系还是那段关系，但是现在的我们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彼此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周围的好朋友好个2、3年，可能命运的岔路就会将你们分开，而能够强行的以一己之执念阻断时间的分隔，此之谓难其一也。第二点，人。为什么说有了人的存在，我们特别难坚持？动物是不害怕坚持。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他的第6章《卡列宁的微笑》描述了他对狗的观察。他说，狗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可以容忍和忍受永恒循环的欲望。它每天都只想吃肉，每天都只想散步，每天都只想撒欢，从生到死。可是人不行，人有选择，人变聪明。当星巴克发展到一定状态的时候，他的创始人发现我们可以挣更多钱的时候，他们就放过了之前的理想。而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3点，世界。当这个世界给聪明的人提供越来越多选择的时候，每个人的耐心都在变少。所以我们看到 B 站现在在大力推广什么？短视频。如果坚持真的这么简单，放弃真的那么难，为什么连4分钟的视频我们现在都看不完了呢？谢谢大家。感谢秋阳，这个真的要看视频内容。像 B 站这么棒的平台上面，我看40分钟仿佛4秒啊，所以感谢 B 站，让我们每一次视频体验都不算做坚持啊。当然也是因为你们共同携手献上了这么棒的内容。接下来又要将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双方的教练了。接下来正方教练可以在正方任意指派1名辩手，在陈词和质询当中进行选择。陈词时间为3分钟，质询单项质询，质询方计时2分钟，回答方不计时。好，陆一鸣先生。好，请罗淼质询。感觉像挥出了手里的剑一样。有请郑博文坐下，请哲耀学长。规则是可以我们选择的。哦，可以质询方选择是。博文，好，这是对你的一次赞扬，也是对哲耀的一份尊重。哲耀学长好。您好，您好。我确认一下，你们刚才说啊，那个坚持之所以难，3个原因：时间、人和世界，这个我没记错吧？
没错没错。时间的原因是因为时间会使一切都改变，所以说保持不变非常艰难，所以坚持很难。我理解错了吗？可以这样子理解。如果时间可以改变万物，那在您方看来，这世上还有坚持这件事儿吗？很困难啊，在特定的这个情境底下，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但是要坚持到恒久不变，就所以按对方的定义，这世界上无所谓坚持，因为时间，因为时间改变万物嘛。对吧？时间改变万物，无非是改变快慢而已。我刚刚应该有说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嘛，但是你没办法一定坚持到底。一段时间不过是一个词语的玩味。5分钟之后的我跟我现在就已经不一样，多大的不一样，在你们这儿看来是可以容忍的不一样，多大的不一样，在你们这儿看来就不叫已经还在坚持了呢？你若是要求我画某一条线，说变化到怎样的程度叫做没坚持，变化程度在怎样以下叫做有坚持，我当然没有办法明确画出那条线啊。如果你举出一些例子的话 ，I know when I see， 我的意思是，你讲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来讨论。对不起，我不该打断你，因为不占我的时间。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按时间这个标准划不出来这条线，这个标准用不了的。第一个标准作废。第二个标准，你拿人和狗相比，我们就聊狗好了。你们说狗每天团团转做重复的事情很简单，你做过狗吗？不好意思啊，纯粹一个单纯的问题，你做过狗？有感觉类似的时候啦。对，带队真的很辛苦啦。当然是我的想象啦，我的想象啦。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真就像狗对人一样那么诚恳。比如我第一眼见到我女儿的时候，虽然我不会这么在她跟前形容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人生围着她打转，一点问题都没有。之所以你们觉得没有找到做狗的那种感觉，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到热爱的事情和热爱的人。只要找到了，我就是辩论的狗。在之前我这么认为，等我女儿出现了之后，我觉得辩论什么都不是。我才是我女儿的狗，所以第二个条件没啥大问题，人可以是狗。第三个问题，你说这是世界的错，咱们就拿短视频来聊就好了。一个4分钟的视频都看不下去，你觉得这是人不能坚持的问题，还是那个视频内容的问题啊？我们的注意力涣散啊，我们没办法这个专注啊，这也是时代科技带给我们的影响啊。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坚持。你说的外在的环境跟内在是会互相反馈的。即便如此，咱们把视角从看视频的人挪到生产的视频那边，面对着如此涣散的注意力，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生产视频，他们坚持的事情难吗？那当然是不太难，对吧？当然是难啊！你在说什么？孜孜酷酷的不断生产，不是非常之难吗？哪儿有啊 ？B 站多少视频，其他的平台多少视频，面对如此涣散的精力，依然可以生产，明明就可以做下去嘛，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将麦克风交给反方教练员。好，我们请郑博文陈词。好的，好，博文3分钟，有请。虽然刚才没有机会站起来跟这个罗淼学长沟通啊，但是他实际上为我的陈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就是一个辩手应该如何去坚持自己对辩论的热爱。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尤其是我们这一队站在这一边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边，作为一个坚持了10年辩论以上的辩手，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放弃更容易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还站在这里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最亟待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跟对方辩友思维最大的差异。对方辩友看来啊，对方辩友会向我们描述非常多有关于，特别是刚才对方辩友提到了哲耀学长反复坚持辩论的例子。但这里有2个差别，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镜头拉远、拉长，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比如说，各位还记得自己跟一开始和自己共同进入辩论队一起报名的那些同学吗？他们现在在哪里？一开始报名辩论队之后入选的有多少？大1之后有多少辩论队的同学退队了？大2之后又有多少辩论队的同学因为社团内部的关系纷纷离开？大3、大4走到今天，从一开始的人数到今天的人数，走到今天，
从整体的视角上面来看，从群体的视角上面来看，我们是幸运的。这也是我方认为，我方作为一个所谓的坚持者，我们的视角，我们不认为是因为自己特别有坚强的毅力，所以能够战胜眼前的困难，而是因为我们特别幸运。第二个部分呢，是对方没有提到对于我们标准的质疑。他们说啊，之所以标准的质疑来自于他们认为时间并不能改变一切。但我们这边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时间之下并没有坚持，我们是说坚持很难，还是刚才那个意思，我们把镜头拉长。比如说我们经常童话总是讲王子跟公主的故事，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故事的终点放在从此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而不去描绘他们婚后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因为如果一旦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到很多具体的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坚持的困难，这是我们所说的处境的一个问题，时间的问题，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以及第三个部分，实际上也是我方更想跟对方没有聊的。我方跟今天对方核心的差异是，对方没有只聊人的生物本能，但在我方看来啊，除了生物本能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请各位想象一下，我们从传统社会有句老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他的意思是说啊，在传统社会，我们一旦选择了自己的行业，我们一旦选择了伴侣，我们要怎么样？坚持终生。所以特别是我们父辈、母辈或者更长辈的那一代，他们的婚姻都很长久。但我们看今天的社会，我们的离婚率，女性在多大程度之上可以选择自主的生活？我们一个更好的社会，究竟是选择让我们每一个人更没有后顾之忧，更少把人逼入那个没有退路的处境，还是让人更在选择放弃的时候更没有后顾之忧？哪个社会是更好的社会呢？我们这个社会在社保方面的建立，我们在偏见方面的抗争，一切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选择放弃的时候可以更没有后顾之忧。但相反，为什么这个社会坚持更难？一句话，坚持的敌人不是眼前的痛苦，而是别处的美好。乱花渐欲迷人眼。我或许今天喜欢辩论，以及事实上我们也有看到前面提到的，有非常多我们曾经一起在辩论这件事业上共同奋斗的朋友，他们离开了辩论。我并不替他们惋惜，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收获了别处的美好。谢谢。感谢博文。接下来将进入第3轮的交锋，首先由正方教练员进行辩手和环节的选择。好，请席瑞做陈词。好，席瑞3分钟，有请。我觉得对方吧，今天也不用美化任何一方。你什么时候会选择坚持或者放弃？一定是你的预期收益大于你现在选择的成本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就可能会选择坚持，也可能会选择放弃。所以根源上是要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形态，它是在奖励坚持，还是在奖励放弃？所以各位不用去纠结短视频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坚持本质上是带有肯定性的？因为如果长视频精彩40分钟的新国辩对你而说时速飞快，但如果短视频不精彩4秒钟的视频你也没有耐心看下去，本质上短视频也好，长视频也好，都是奖励机制。那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形态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比以往的时候都充满着更多的肯定性。我们辩手打辩论最喜欢引用谁？引用福柯的话，叫规训。我们以往理解叫做什么？叫做学校在规训我，叫做这个社会在规训我，叫做资本家在剥削我。我跟你讲，这一套不好使了，因为大家都变聪明了，对不对？我们一旦提到剥削，一旦提到压迫，你看这几个辩手都特别会说，我们也变得更聪明了，我们警惕那个思想的烙印。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放松了，除了别人剥削我，还可能怎么样？自我剥削。这又叫充满着肯定性的社会形态，而这就是我说的当今社会已经从原来的规训社会转变到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公济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我期待得更好。我看新国辩复赛4道关于年轻人状态的辩题，每一道立论的标准都是
怎么让我自我收益最大化？怎么样让我的自我发展更好？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啊？都不断朝着那个理想的自我在前进。可是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这个前进有没有终点？你为什么会焦虑？你为什么需要在焦虑的时候要想我要怎么接纳，还是要鞭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放弃不了这种根本性的自恋。坚持的本质是什么？是这种根本性的自恋，对吧？我要读一个好书，读完好书之后我要找一个好工作，找到好工作，为什么别人年薪100万我不是？我的职场发展什么时候才能坐上高管？你总有欲望，而这个膨胀的自我就会出现我们半决赛的辩题，叫做己所欲己所不欲，都是从自我出发。为什么附近会消失？为什么他者会消失？答案在己所欲己所不欲，那个膨胀的自我吞噬一切。可是吞噬一切之后呢？吞噬一切之后呢？欲望会膨胀，自我会膨胀。吞噬一切之后，你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你仍然不是一个可以变得快乐的主体。为什么？你变成了一个黑洞。而这就是我说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对于肯定性的奖赏，让我们以为自己在朝着自由的过程中前进，却深陷更深的枷锁之中。关键是这种自我剥削会带来更深刻自由的感受，这就是现代性编织了一种神话，却是最深的诅咒。非常不容易，3分钟时间，优绩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隐性剥削，非常不容易。接下来难点和压力会来到反方的肩上。反方教练员胡建彪先生，需要多一轮的陈词，请哲耀 ，OK 吗？哲耀3分钟陈词，有请。各位好，我们来聊一下正方讲进化心理学跟社会规范哦。实际上呢，对方的进化心理学已经被席瑞刚才自己推翻掉了，因为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坚持呢？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就坚持嘛，预期成本大于这个收益的话，那就这个放弃嘛。所以不论是坚持还是放弃，都非常符合我们进化的这个策略，又怎么能够分出难易之别呢？所以他刚才也只说，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现代这个社会的这个情况。那对方的讲法就是说，可是我们是非常这个鼓励这个坚持，然后非常这个否定打击这个放弃，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实际上现代这个社会，我们也鼓励断舍离啊。我们在这个情感关系里面，我们也是鼓励会见斩情丝啊。我们跟人家有什么样的恩怨，我们也会希望能够一笑泯恩仇啊。我们也会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放下放弃也被我们推崇为了不起的这个智慧，这应该是自古以来东方西方都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哦。对方说我们这个自我剥削啊，对年轻人真的很苛刻，确实有在局部啊，有在阶段性有这样的现象。但是现代社会哦，跟过往比起来，真正的差异是什么？是我们观念的解放，我们的想法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所以既有尊重放下的这个一部分，也有这个尊重坚持的一部分，既有贬低放下的这个一部分，也有这个贬低这个坚持的一部分。所以对方说的这种社会规范，真的是有某一个这样子明确的宰制性的这个观念在钳制这个年轻人吗？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囚笼在现代这个社会应该是已经挣脱开来，没有像对方讲的如此的这个显而易见跟单调的。好，那接着我们来谈哦，现在这个社会整体的这个发展趋势是怎么样呢？我们随着这个文明发展、科技进步哦，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其实是越来越不需要坚持，也越来越没有必要这个坚持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知道马拉松的这个起源是什么？马拉松的这个起源是雅典跟波斯这个作战啊，雅典好不容易打赢了，有一个传令兵千辛万苦奔波了这个40几这个公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赢啦，雅典这个得救啦。不信，坚持到死，
可是呢，后来我们科技稍微再进步一点，我们要传个令啊，可以用骑马，可以有驿站，哪怕是从岭南送荔枝到这个长安，也方便的这个多了。会变成什么呢？我们传个东西，传讯息，传水果是怎么样？坚持到累，但是没有必要到死。那是现在社会呢，我们要传讯息哦，靠打电话、用手机、用网络传讯息，那是什么？弹指之间啊！我们要传讯息说，学长学姐，我们比赛打赢了，我们得救了，按键就好了。你要坚持什么？你没得坚持，没有坚持的空间啦，你累不起来的。所以，我们科技文明发展进步哦，就是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坚持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必要这个坚持，也没有坚持的空间，我们越来越轻松。啊，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真正大趋势。谢谢。感谢。那到这里呢，前3轮的战况就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中场的战术暂停环节，时间为3分钟，将由双方的教练员上场与辩手进行商议。一鸣兄潇洒的在辩论中画了一个圈，然后说他们自己讨论就行了。潇洒。好，中场战术讨论的时间到，非常有趣啊！认为坚持更难的教练员一直在坚持，跟他们讨论；觉得放弃更难的教练员一开始就放弃了讨论。2位共同选择了更难的路，真英雄。然后2边队员也是如此，这边讨论了一会儿之后就聊起了八卦，我也都听到了啊。潇洒闲适的放弃了讨论，还引发了罗淼的开怀大笑。没有麦都让这个屏幕前的观众都能听到，但是左边一直在坚持找每一个点，真是不可思议，哪有那么多点，对吧？但是他们竟然找到了。那在这里我也要格外提示一下，就是在每个环节当中，教练员除了能够指派辩手和选择我们的下一回合陈词或者申论之外，还可以进行简单的互动，比如说简单点评一下己方的队员，或者讽刺一下对方的队员，都是可以的。我们这里专门有写到，也还可以，还有校正，还可以鼓励，还有批评或者指挥都可以，但是要注意简单发言，点到即止，不要下手太强，造成这种生命伤害就行。OK， 当然也可以就是只来指派，都是 OK 的，都是 OK。所以教练员其实有更大的空间，有更大的空间。好。那接下来就到了第4、第5、第6个环节，首先要进入的是第4轮。第4轮当中还是一样，我们将注意第4、第5、第6都是先反后正了，我们的顺序会有调整。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自由辩论的环节，自由辩论双方分别计时各4分钟的时间，正方先发言。来，有请正方。回应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可以挥剑斩情丝？为什么这个社会离婚率在上升？你在坚持什么？你在坚持对于真爱的追求，这就是你的理想自我。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我不值得一段更好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讲，坚持不难，因为坚持的本质是自恋。但是这个自恋，我不是说要怪我们大家。因为现代社会的第一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我要对我自己的生活负责，而我一旦对我自己生活负责，我就必然陷入到这种深深的自恋结构当中。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人性，都比较奖励这种坚持。我们是现代人。汪淼，能不能详细论证一下为什么坚持等于自恋？
我还想请你们详细论证一下坚持为什么等于狗呢？对吧？你们刚才有一个形容词说得很好，你说对放弃的夸赞是智慧，智慧是什么东西啊？不就是很难得到的东西吗？这是不是在论证我方的观点？没有，对放弃的夸赞，这是智慧的原因是它本身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普遍的事情，因为这种智慧是我们每个人在特定情景之下油然而生的本能，这种本能的体悟是一种智慧。再回到刚才奇瑞的问题，奇瑞你刚才告诉我们说啊，对于真爱的追求，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所坚持的东西。但想请问一下，跟决赛联动一下，刚才决赛的辩手不就像我们讨论的，究竟爱情本身是不是这个社会的必需品，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吗？究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必须传宗接代，我们必须结婚生子，是他所必须的要坚持的东西，还是不必须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反而坚持会更难呢？谢谢对方一边告诉我们智慧是普遍的本能，一边告诉我狗很容易坚持。我方已经分不清楚今天对方是怎么看待人了。往下问第二个问题，您方一边告诉我爱情必不必须，来，我方3遍是怎么解释的？叫做这个社会坚持尊重并且捍卫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是为了坚持这一切的贯彻，因此放弃了对婚姻的拘束，请问哪个容易，哪个难？我回答一下你刚才讲的智慧的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刚才之所以会讲到会见斩情丝的这个智慧，是因为你们先讲说我们的这个社会规范是灌输大家这个坚持，是在赞扬坚持，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整个社会也会灌输放弃放下，也会赞扬这个放弃这个放下。我们是想要做这个比较，所以你刚刚说我们分不清，不是。我们是分不清楚现代社会有哪一个明确的这个主旋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多元的这个旋律，我们是这样子看。来，你看2种赞扬程度不别，我们认为我方的赞扬是一个有别于常人的赞扬，可是坚持的赞扬是谁？是愚公，是夸父。而你看对方连放弃自己的口误都这么难，对方行为艺术很明显。再来回答我方3遍一次问题，现代我们社会到底在追求什么？这个坚持能放弃吗？李方举的例子都是愚公跟夸父，然后李方说李方在论证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你看如果李方刚才说现代社会普遍对于那些选择放弃的人是鄙夷的态度的话，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今天一个在婚姻当中勇敢选择退出，她不再选择坚持婚姻的女性，我们究竟选择鄙夷她，还是选择认为她做出了一个勇敢的选择呢？你可以看一看弹幕和有一些劣质4秒都看不完的视频，下面对离婚女人的评价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社会上依然汹涌着多少对放弃不恰当的评价了。你们刚才说不知道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应该也都是打过工的人，在哪个企业会宣传工作难的时候不要坚持，放弃好了？在哪个团体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宣扬不要坚持，放弃也挺好？难参加新国辩的哪个队伍会说遇到强大的人承认对方观点就好了，不要坚持下去？没有，主流价值观在大家心里都清楚的知道，我们宣扬坚持，甚至不问目标，觉得坚持本身就是价值。然而这是错的，放弃和坚持只是手段，没有拿到目标的坚持并不值得颂扬，这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现代性观念。你说的非常好，但这不是恰恰在论证反方的立场吗？如果坚持不难，企业为什么要宣扬？如果坚持不难，学校为什么要教导？如果坚持不难，政府为什么要鼓励？政府为什么不去鼓励享乐？因为享乐太简单了。对方辩友。对方已经承认了我方的第1条逻辑，第2条逻辑是一种逻辑谬误。提倡有没有必然等同于它本身的困难？必须是从困难然后论证出来提倡，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问题。我们提倡大家要去爱人，难道等于爱人难吗？我们提倡大家必须要做好人，等于做好人难吗？所以提倡拿来论证是逻辑谬误。回到我方问题，再问一次，如果这个社会整体的框架就是阻止你放弃，请问坚持难还是放弃难？不是，如果提倡不提倡跟难易无关的话，那你们的主要论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听得非常纳闷。在回答你们刚才讲的，我们工作啊、企业啊、公司到底会不会鼓励大家这个放弃放下呢？我告诉你，
不是哪一家，是每一家企业都如您所说的一样，是用理性的预期来评估，预期的成本大于收益就要放弃，预期的收益大于这个成本就要坚持。我们每一家企业公司都是这样子分析的，这很正常。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商场、在职场上面就不是谈放弃。来，各家企业裁员，放弃了一些业务线，对不对？坚持什么？希望这个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好。互联网之间的你死我活之间的搏杀，有任何一点慢下来的节奏吗？没有。我们总是在坚持一种观念，就是要变得更好，要变得更强。如果我今年没有去年好，如果我明年没有今年好，我就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当中。所以我告诉你，坚持为什么被鼓励，不是因为它难，是因为它对他们有益。你知道为什么鼓励你坚持？因为你坚持受益的不一定是你自己，你放松不下来，受益的是谁？我就不说了吧。我方希望让大家可以接受，放弃本身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放弃的选择是一件可以被认可的事情，让两者的价值回为平等，这是我方今天想鼓励的事。你有论证过二者的价值不平等吗？我们有断舍离，有难得糊涂，有人间不值得，有破我执，有激流勇退。如果只是举举名人名言，您方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论证过吗？我想很好奇的问一下，你刚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在鼓吹坚持，所以坚持一定是更加容易的。我在2022年，无数普通人扛住了迎面砸下来的生活，我问你，他们容易吗？他们扛住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符合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不是为了自己吗？年轻人想要明年过得比今天好，是自恋吗？不是为了自保吗？不就是为了想要过得好一点这么单纯的事情吗？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在您方眼里就变成了自恋？为什么鼓励大家坚持就变成了不值呢？我们说它是自恋，是指出一个事实，没有说自恋不好的意思。另外，你拿前3年举例非常不恰当，因为那个时候就连你自己的形容词叫扛着，大家除了此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坚持不是大家选的，拿来论证难易没有价值。一个过不下去的年轻人，他也可以不扛着，可以回去家乡啃老。什么叫做扛着？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依然做自己。我依然努力成为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人，这个就叫做扛着。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难，你告诉我为什么松掉那一口气反而更难？来，我们看一个，我们可以稍微把情绪放一放啊。我只说一件事情就好了。我不是说自恋这个问题怪罪于我们，而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还有第3种解法，我如果稍微想不清楚人生的往哪走的时候，我能不能稍微给自己一个休息时间？在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 gap year。哦，对不起，他没听到，没听到。好，所以对方被我刚才给我们刻画了，在疫情当中，他们所说的难是来自于外在客观的有利因素，但这些有利因素，我方接下来的环节会跟各位论述。对于难而言，最大的障碍除了客观的难，还有主观的意义感。谢谢。谢谢。因为这个叮的声音可能离台上会比较遥远，所以刚才席瑞可能没有听到。当然听到了，也更好的证明了放弃更难这个观点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第4轮的交锋或者陈词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由反方教练员指派任意辩手进行陈词或质询。请博文陈词。好，博文3分钟，有请。好，承接刚才的内容啊。大家对于难这件事情的理解，我们除了对于前面3年的回述，我们感觉到客观大环境的难。实际上，对于难而言，除了客观的阻碍之外，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提及，是对于一件事情而言，正如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觉得它是至为必要的，它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必须克服它。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往往也愿意去做它。但是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今天这个社会的人，为什么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很难呢？是因为往往很多过往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偏见，或者说是价值观的灌输被打破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一种普遍的心情是非常迷惘的。对于坚持而言，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找到一件值得坚持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作为辩手，我们找到了一个自己愿意投注终身热爱的事业跟爱好，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事实上，我们即便走了10年，走到今天，我也还不确定这在未来的10年是不是也仍然是一件值得我投注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问号。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在寻找，像我们寻找在爱情当中寻找一个值得过一生的人，那一生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跟这个伴侣，我跟他度过了3年，度过了5年，度过了8年，代表他就是那个值得过一生的人吗？我不知道，我需要时间去检验。这就是我方所说的，对于男的而言，除了我去克服眼下的障碍之外，我还要理解跟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值得的那个人，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的那件事情。但特别吊诡的一件事情是，人又是在变化的。如同对方辩友所说的，在进化心理学的某些意义上面来讲，坚持是对于自我的某种映射，是某种回声。但这种回声，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现自己被重新打碎，又重新组建。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变化的。各位，你们打开自己的衣橱就知道了，你的衣品，你过去所喜欢的衣品，你5个月之前买的衣服，你2年之前买的衣服，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当时的衣品怎么了？我买的那些衣服是什么？你打开自己曾经的歌单，你以前听的那些歌，你今天再听，你或许不再喜欢。但你也有那些坚持下来的，但那毕竟是少数，也是我方所说的难得的原因之一。所以我方今天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时代赋予我们很多的可能性。在过去的人，他如果一辈子只跟一个人，一辈子只守一座城，那是因为过去时代相对而言它没有流动，它比较固定。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我所看到的，我可能跟他发生婚姻关系的人，除了村口的那个小花，我每天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打扮最光鲜亮丽的人，我心猿意马之间，我如何坚持？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给我提供的何种可能性？这也是我方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能够坚持的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品质，这是值得褒奖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我们每个人理所应当大趋之下我们所承受的境遇的一种描述。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给我们的馈赠，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诅咒。谢谢。感谢博文非常赤诚的、坦诚的陈词，博文的性格很少跟我们分享他心猿意马的这些场景，所以你少看看短视频，多看看中视频和长视频，像 B 站这样好的平台，就有助于我们更专注、深刻的思考。感谢博文，接下来要交给正方了，同样由正方教练员。好，请罗淼陈词。好，罗淼3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刚才博文讲到，连歌单5年前后不一样，都叫做坚持不容易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对方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其实我早就知道了，终于是一个常见的贯口啊，放弃不太容易而已。他们把工具当成了目标，坚持也好，放弃也好，是我们兑现自己的收益、实现自己幸福追求的工具而已。放弃能帮我们实现，我们就放弃；坚持能帮我们实现，就坚持。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拉平的，我们认。就比如说吧，换一个歌单就叫不能坚持，难道你为了做一个坚持听歌的人，一首歌听一辈子吗？不至于，对吧？不至于。我没有放弃的，我坚持的是什么？是对于美好和幸福的追求，这个一直都在。衣服5个月前买的，5个月之后看不上了，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对吧？对我来说，长胖了得换。对各位姑娘们来说，新款出了得追，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如果对方过于推崇坚持的价值，坚持就成了偏执，就成了为了坚持而坚持。但好在别人的陈词里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呀，这个事情上他自己明白说的，困难并不是坚持，而是找到那件值得坚持的事儿。我们承认坚持非常有价值，但是有价值不等于困难。就这个东西，它既然是有价值的，那就像各位的爱情一样，不要错付。在你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值得坚持之前，没必要的东西不需要坚持，但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是一件困难的事，明白吗？
当我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的时候，你觉得爱他是多么自然。在之前，你发现你好像失去了那个爱的能力，发现你要去学习爱，不是？只要各位不是有病的人，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一旦出现，你就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了。坚持也是一样，只要那个属于你生命的事业、使命、信念一旦出现，你就知道坚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一次我们在打辩论的时候，我们同号中有很多肩负着那么大的困难，依然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在外人我们都会问你何以能如此坚持，但是我们行内人都只会问：哇，居然可以热爱到这个地步，就是这个道理，如此而已。困难的不是坚持，困难的是发现你的热爱。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对方今天一直在纠结说，二者既然都是工具，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何者更困难呢？其实这个答案也蕴含在裘阳先生刚才的说法中。他说选择在大城市继续努力，还是回家去怎么着啃老？好像只要一回家就是负面评价，即使对方今天口口声声说对放弃的评价也有正向的，可是从心中流露出的那点想法，难道不是你只要否定自己，你就是个失败者；你只要选择了或许不一样，就是个 loser。昨天学长讲梅西和 C 罗，为什么对梅西的评价更高？是因为他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几乎一直坚持在一个俱乐部。可是在这样时间下，他从巴塞罗那到了巴黎之后，好像成了他的人生污点之一。这就是对放弃的负面评价，我们觉得不该这样。是没想到梅西和 C 罗从昨天踢到了今天，依然在这个赛场上驰骋。好，这是第4轮双方的 PK， 接下来将进入到第5轮，还是一样，首先由反方教练员指派辩手，请秋阳、陈词。秋阳3分钟，有请。好，虽然我看足球不多，但是梅西离开了巴萨，去了大巴黎，之所以会成为他的黑点，太简单了，恐怕不是因为所谓的放弃。一是因为曾经发生了一些彼此不愉快的事情，是非难分；二，哪个球员没有一些黑点，哪个球员不会被人找出点来黑？这有什么好聊到坚持跟放弃的？第二点，你告诉我说，世界上无所谓坚持和放弃，无非是看你有没有找到那件值得你热爱的事。敢问在座各位，你们谁敢说自己找到了？罗淼学长说的很轻松啊。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那个人是你的真爱。我怎么知道的？教教我呗。开个课，知识付费交给所有人呗。这课不值钱吗？你说得出来吗？没有。我来告诉各位，这个叫做坚持和放弃这道辩题里的幸存者偏差。什么叫做命中注定？什么叫做终身挚爱？是你蒙着眼睛克服所有困难，坚持到了最后，你才知道就是他了。那是一个事后的盖棺论定，不是一个提前的先验判断。没有一个智者有这样的智慧，能提前告诉我什么值得坚持。坚持了一辈子上一代技术的人，他的手艺在下一代被淘汰了，他不冤吗？他如果真有那个智慧，他上一代不会得到神启，知道这个就是我想要从事的那个事业吗？无数的播音员现在面对 AI 的配音，感觉到自己饭碗不保。难道他们之前在接触这个专业的时候，没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声音告诉他，这个东西不是你应该坚持的吗？所以我方才说，坚持跟放弃没有什么鲜艳的比较，都是看这个世界的变化。而这个世界究竟在奖励什么？刚才刘洋被我说了很大一段，告诉我们说，政府在鼓励坚持，企业在鼓励坚持，你的爸爸妈妈、老师在鼓励坚持，因为他们告诉你坚持很难，我们要努力去坚持。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全世界都在鼓励坚持的时候，说明这个世界真正在奖赏的是放弃，他们才需要鼓励坚持。用一个类比来讲，难认定你做了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是这个世界现在对于坚持唯一的奖赏。我们都知道，古代文臣有非常多人在追求一个谥号，叫做文正。
范仲淹得到过，曾国藩得到过，他们配享太庙。文正是什么？就是不管你生前怎么样，我死后给你一个认定，让大家知道你是光彩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坚持难这个谥号？因为我们所有人在今天都应该知道，抓住机会，因时而动，适时的放弃一些不恰当的路，去做那些边际效益最高的事情，最精明、最快乐。可是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一些默默开拓的、放弃眼前利益的、扛住自己生活，甚至扛住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无以为报，只能感慨一句：难。感谢秋阳。接下来正方教练员。好，请丁冠宇来质询。好，冠宇质询2分钟，有请。那我要质询谁？啊，让你挑一个。质询对象自己选择。我自己选。选来吧，选。好，质询秋阳。有一件事我是先讲，需要你知道梅西这一辈子被骂2次最严重是被骂什么吗？不知道。第一次是离开巴萨，那个时候梅西没有公布他的合同金，是因为巴萨俱乐部恶意抵押。第二次是因为退出阿根廷球队。你觉得大家骂他是骂什么？我觉得是他骂他没有获得实际的成就。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成就？梅西没有拿到世界杯4个金球奖，梅西那个时候带着世界杯闯入了决赛，那个时候叫做没有实际的成就。因为他还缺一个，那不然你以为 C 罗被淘汰，大家骂他什么？谢谢。是他金球不够多吗 ？OK， 所以我先告诉大家，这个社会对放弃的人的态度。我往下问第二个事情，警方告诉大家，坚持的人唯一的褒奖就是这个社会的肯定而已，对不对？对。所以坚持的人是不会自己获得成功的。有可能看你运气。谢谢，这就是他本身就有的预期收益。为什么我在他的本身就有的预期收益上要再额外增加一个褒奖呢？因为他的预期收益比放弃更低。好，谢谢。所以我们接着要确认的就是预期收益有没有更低，对不对？是，没错。来，您方怎么论证预期收益是更低的？因为世界是在改变的，你绕着原路走，达到终点的概率在降低。很好，所以我们接着来确定绕着原路走到底收益是高还是低。好，维持一个习惯跟惯性的生活对我来说比较低风险。请问，坚持生活是一件预期收益低的事吗？坚持生活不叫坚持，你都说是在维持惯性了。我们每天都在呼吸，你有在坚持呼吸吗？所以我坚持维持健身，坚持维持辩论，我方不觉得这件事情预期收益有直接更低，对吧？这件事情的预期收益一定是直接更低的。为什么？因为你坚持健身，你不确定你的方法对不对，你不确定你今天能瘦多少，你不确定你明年能不能瘦得下来。如果预期收益你能感知到的那么明确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像我一样减肥失败？很好。所以对方推的是第2层逻辑，这跟世界改变无关，是坚持本身要面对未知。来，我方问你，如果我要放弃现有的成就，放弃在辩论上的生活，去转换另一个赛道，请问这对我来说是已知还是未知？当然是已知。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高速流通的社会。昨天熊浩学长唱完《想见你》，可能今天就会有音乐公司跟他签 offer。当他拿到一个新的 offer 和可能性的时候，放弃辩手生涯对他来说不是损失，可能反而是进路，对不对？感谢对方承认这一个点，因为我要问的是什么？我要问的是，当今社会如果像你所讲的，放弃也产生了转变，那您方是怎么比较坚持跟放弃在外界社会环境下的差异的？特别简单，因为坚持是在原路上不动。哲浩学长有一句特别好的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太聪明的人未必喜欢辩论，太愚笨的人不为辩论所喜爱。我平庸，热爱辩论，所以一直走到今天。”学长说平庸是在自谦，可是我们都知道，缘分就是那薄薄的一层，你掉下去或者升上去，你都没有办法走完这条路。这叫不叫做论证的更好？太好，我找到对方真正的底线，缘分跟幸运。来，我反过来问你，有很多选手眷恋舞台，不愿意离开，请问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放弃的时候未到，放弃的缘分未到？是
也是因为他们也许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机会。我就问你，如果今天新国变跟奇葩说冲突，你敢保证你一定来打新国变？我一定打新国变，因为对我来说我放弃不了。所以对方同学不用问我，因为你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人生在遇到放弃的时候也需要缘分，人也只有偶一为之才能够断绝您方的牵挂。这个时候预期收益没有比出来，我方的社会框架是成立的。我就想听你说你想打新国变。一边是快刀，一边是快剑，然后我身边的2位一起探讨健身和如何减肥成功的话题，确实非常感慨，然后，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听说今天熊浩老师要签这个音乐的 offer 了，有唱片公司要签约了，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希望以后多跟 B 站厂商合作。其实昨天熊浩老师在场上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想，直中兄不来一段 popping 很难收尾了，我感觉啊，但是我们好在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是在语言的这个赛道上在尽情的挥洒，各位都有自己的坚持和放弃。但是到了这个环节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本场这个表演赛的最后阶段，也将进入到我们正反双方教练来指派辩手进行总结陈词的阶段。首先交由反方教练指派，有请。请哲耀。哲耀，3分钟，有请。各位好，先澄清一下对方3点错误哦。第一个，坚持的这个定义哦，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哦，如果是自然而然、很轻松就去做，很惬意去做，不假思索，那就算它持续很长时间，那其实也谈不上这个坚持。像我打辩论，虽然打了很多年，但是我家里支持，我朋友这个支持，还有很多学长姐照顾我，还有很多学弟妹也喜欢我。我虽然我没有什么坚持的感觉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这个环境，很轻松的这个活动。一个人要坚持哦，他是要顶住外面的压力，是可能会内外交逼，是天人交战，那个时候他才谈得上这个坚持。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很自恋啊，坚持就是这个自恋的话，你要了解到。我们都很自恋的话，那就更难坚持了。什么叫做坚持？坚持就是要承认有一件事情是比我更伟大，比我更崇高，所以我要为他献身，我要为他这个牺牲。就我们不愿意坚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太爱惜自己了，爱惜自己的精力、时间或是颜面，所以我们不愿意坚持，我们会畏首畏尾，我们会知难而退。再来第3个，对方是把这个坚持说，他说坚持不难啊，找到值得坚持的这个事物才难啊。我觉得这个切割有点奇怪，你这个好像有点说狙击不难，找到这个狙击的这个目标才难，不是你狙击。去找到狙击的目标就已经包含在你这个狙击的这个行为里面了，你不能把它这样子一一割裂开来，不然的话，照你的这个讲法的话，那找到狙击的目标也不难，你还可以再把睁开眼睛跟把眼睛瞄准这个狙击镜这个混为就又切割开来，我觉得。不是这样子这个切割的。好，那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立论呢，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用历史的这个纵深，我会发现哦，是古代人他钻木取火要有个火，他要辛辛苦苦的坚持。现在我们用打火机、瓦斯炉一点就着。没法坚持啊！你要坚持什么呢？我们客观上科技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让我们渐渐不需要坚持，我们丧失了所谓坚持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空间。而在主观上呢，我们有越来越多丰富美好的这个事物在吸引我们啊。我们坚持一件事的时候，只有这件事的帮助我们坚持的力量，就是这件事情本身的美好，而吸引我们放弃了，却是其他无数事物的这个美好。所以一个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哦，那是恋爱的神话。我们一般人如果是弱水三千的话，那肯定就要喝到饱。所以现在社会有无数美好的事物，是让我们越来越难坚持下去了。反过来说，古代哦，
我们是资源匮乏，是比较拥有的少，所以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本钱。我们真是退此一步，急无死所。我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富饶，导致我们人人都有后路，我们也变得比较容易选择放弃，又或者是像是离婚或是跳槽，我们连传统道德都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要那么坚持啦。谢谢。好，感谢反方的总结。接下来正方教练员选择任意辩手进行结辩。好，请席瑞。好，席瑞3分钟，有请。哇哦，很潇洒，对不对？这个只在我的辩论生涯里面试过无数次，我没有一次结辩是提前准备的，也没有一次结辩看过自己记录的东西。我不是说我很厉害，是因为我们坚持的东西不同。你以为这个动作对于我来说是放弃吗？我在坚持什么？有人竞技辩论坚持赢，我坚持精彩和内容输出。我们坚持的标准不同，所以不用赞扬我很潇洒。我们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我特别清楚我怎么实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我的优点。我从小被训练起来的语境就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观念，我要不断努力。我昨天看到陈立月说那个话的时候，我也哭啊，对吧？只要我足够努力，我能打败你们所有人。啊，1年不行2年，2年不行3年，我的焦虑一样的。每年来打表演赛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年能不能比去年更强，比去年更好？熟悉我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努力奋进、一步步往前走的人。我会为了自己一句话没有说好回去自责很久。可是去年，因为一些事情，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个职业发展的中断。那个时候我非常焦虑，对于这种优绩主义，对于这种更好生活，我焦虑到每天睡不着觉。我要怎么办呢？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刷到一则很火的视频，就是大家看到了那个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我的朋友发了一封那个微信慰问我说，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的心境你还有吗？其实那不是去年的辩论，那是19年的辩论，3年前。我去年到现在这半年，很多人都没看到我在干嘛呢？我回答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我在努力的过一种不那么坚持的生活。这个是我要学习的。我觉得很多优秀的人可能要学习的，恰恰不是坚持，那个他太懂了，怎么样通过最小的成本，怎么样通过训练，通过努力获得一个大的收益，获得更好的名声，获得更好的财富。我要学习的是后者。所以在前不久备课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我看到了苏轼的《赤壁赋》，里面讲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我当时看到那个，我就在想，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有很多文学时刻，然后我遇见他的时候，我很早就能记住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好遗憾，因为我还是要走好多弯路，然后要在痛苦和眼泪当中，最后才能看到风景，最后才能看到风景。我最后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桃花源，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桃花源。桃花源里面有2条路，第一条是愚人之路，望路之远近，走着走着进了桃花源，叫豁然开朗。还有一条路是他出来之后要处处致知，但是第2次进去的时候就是遂失此路，进不去，不复得往。2条路一念之间其实是同一条。我觉得对于我今年的成长来说，我要学会怎么从问经者之路走向愚人之路。